些角色真正讓人期待的，從來不是她有多漂亮，而是當命運把她推到懸崖邊，她還能不能一步一步走回来。2026年，谭松韻帶着新古裝劇《蘭香如故》再次站到了觀眾面前。但這一次，她面對的可能不是一場普通的古裝愛情故事，而是一堵比愛情更高、比家族更重，也比命運更加殘酷的牆。這堵牆叫做身份，叫做階級，也叫做那個時代一個女人想要真正掌握自己人生時必須付出的代價。蘭香如故目前預計於2026年9月登陸騰訊視頻。劇集由童華擔任總編劇，譚松韻與劉學義領銜主演。從目前公開的劇情和預告來看，這部劇顯然不是單純靠甜寵和顏值吸引觀眾，而是把家族興衰、身份轉換、愛情糾葛、女性成長和命運反抗全部揉進了一個人的人生裡。而這個人就是譚松韻飾演的沈佳蘭。故事一開始，沈佳蘭擁有很多人羨慕的一切。她是大學士府的長孫女，有家族、有身份，還有一門看起來體面的婚約。她原本以為人生就這樣順順利利地走下去，可是命運偏偏在她最沒有防備的時候突然翻臉。沈家遭遇巨變，祖父被判謀逆，整個家族陷入滅門危機。曾經的身份一夜之間變成了催命符，曾經可以保護他的家族，在這一刻卻成為他必須逃離的過去。而更加殘酷的是，原本與他訂婚的林家為了自保選擇退婚，並轉而與權勢新貴趙家結親。這一刻，所謂的情深意重，所謂的婚約承諾，在現實面前全部變得脆弱不堪。沈佳蘭沒有辦法繼續做那個高高在上的千金小姐，她只能活下去。為了活下去，她必須換一個名字，換一個身份，甚至換一種人生。於是沈佳蘭頂着許蘭香的身份進入林府，成為一個最不起眼的3等丫鬟。注意，這裡才是蘭香如故真正有意思的地方。因為這個角色最初失去的並不僅僅是財富，他失去的是一個人被別人尊重的資格。曾經一句話就有人聽，如今卻必須小心翼翼地活着。曾經站在家族中心，如今只能站在人群最不起眼的角落。從千金小姐到3等丫鬟，這不是簡单的身份下降，這是一場徹底的命運重置。而譚松韻這一次最值得期待的地方，也恰恰在這裡。因為觀眾已經太熟悉那個帶着笑容、眼神靈動、看起來柔軟卻非常有韌性的譚松韻，但蘭香如故需要她展示的卻是另一種力量，不是靠大喊大叫證明自己，也不是靠一場戲突然逆襲，而是在一次又一次被壓制之後依然保持清醒，在一次又一次被命運逼到角落之後依然尋找出口。這才是蘭香真正的成長。她不是一開始就強大，她甚至曾經失去過很多東西，但她最大的變化是逐漸明白了一件事：命運可以夺走你的身份，卻不一定能夠奪走你的選擇。命運可以把你推入低谷，卻不能決定你最終站在哪裡。所以這一次的蘭香不只是一個等待愛情拯救的女主角，她真正想要爭取的是自己的人生。而這也讓劉學義飾演的林锦棋變得更加重要，因為2個人之間並不是簡單的相遇相愛，他們之間有身份的差距，有家族的利益，有過去的婚約，也有現實世界不斷制造出來的誤會和衝突。更關鍵的是，當林錦棋重新認識蘭香的時候，她面對的已經不再是那個曾經的沈佳蘭，而是一個經歷過生死、失去過身份，卻一點一點成長起來的女人。這段關係最有張力的地方就在於，林錦棋究竟愛的是她曾經的身份，還是她真正的靈魂？而蘭香又能不能在愛情之外擁有屬於自己的價值？這可能才是蘭香如故真正想講的故事。從目前公開信息來看，這部劇也明顯強化了女性成長和女性群像。它並不是只有一個女主角在努力改變命運，在一個等級森嚴、規則複雜的家族裡，每一個女人似乎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。有人選擇妥協，有人選擇爭夺，有人選擇保護家人，有人選擇保住自己，也有人選擇反抗。這些不同的人生選擇
會讓整個故事不只是男女主之間的愛情，而更像是一場關於女性命運的長期博弈。而這也是為什麼很多觀眾會對譚松韻這一次的角色產生期待，因為她曾經出演過不少讓觀眾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。但蘭香最大的不同是她的成長不是從弱小到強大這麼簡單，而是從一個相信家族、相信婚約、相信別人能夠保護自己的女人，逐漸成長為一個真正相信自己的女人。這個過程可能很慢，甚至可能很疼，但恰恰因為疼才更真實。如果說以前的古裝女主角喜歡用一場高光戲告訴觀眾她已經贏了，那麼蘭香如故更像是在告訴觀眾，真正的贏不是某一天突然翻盤，而是在無數個沒有人看見的夜晚裡，你依然沒有放棄自己。這也是譚松韻這一次最大的挑戰，她必須讓觀眾看到蘭香從沈佳蘭到許蘭香，再從許蘭香重新掌控命運的全過程。如果演得太柔，角色可能會顯得缺少力量；如果演得太狠，又可能失去人物原本的溫度。所以真正困難的地方是那個度，既要有古代女子的克制，又要有一個人在絕境中求生的鋒利；既要讓觀眾相信她會受傷，又要讓觀眾相信她絕不會永遠倒下。而從目前釋出的預告來看，劇集已經把一個關鍵詞放得非常明顯，活着。這兩個字看起來簡單，卻恰恰是蘭香人生最重要的起點。她不是為了復仇才活着，也不是為了愛情才活着，她首先要做的是讓自己活下来。活下来以後，才有機會討回公道，才有機會保護家人，才有機會選擇愛誰，更有機會決定自己究竟想成為怎樣的人。所以蘭香如故真正吸引人的地方，可能並不是蘭香最後有沒有成為林家的當家人，而是她究竟要經歷多少次跌倒才能走到那一天。從高門千金到三等丫鬟，從被家族保護到被家族拋棄，從相信婚約到重新認識愛情，從被命運安排到自己安排命運，這條路注定不會輕鬆。而譚松韻站在這堵巨大的困境之牆前，也終於迎來了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角色。如果她能夠把蘭香身上的脆弱、聰慧、善良和不服輸全部演出來，那麼這個角色很可能成為她古裝作品裡又一個具有辨識度的人物。當然，蘭香如故最終能不能真正打動觀眾，還要看成片的節奏、劇情邏輯、人物成長以及男女主之間的情感推進。畢竟現在的觀眾越來越聰明，他們已經不滿足於一個漂亮的女主角，也不滿足於一個完美男主角。他們想看的是人物為什麼會改變，為什麼會愛，為什麼會恨，又為什麼在一次次被命運擊倒以後，依然願意重新站起來。而蘭香恰恰擁有這樣的故事基礎，她曾經擁有一切，然後失去一切，最後他沒有等待別人把一切還給他，而是親手把屬於自己的人生一點一點拿回來。這才是這個角色最讓人期待的地方。所以當譚松韻再次穿上古裝，站在蘭香如故的故事裡時，我們真正應該關注的可能不是她這一次有多美，而是她能不能讓我們相信，一個被命運奪走性命的女人也可以重新決定自己的名字，一個被時代壓低頭的人也可以重新抬起頭。一朵蘭香縱使被風雨折斷，也未必會凋零，因為真正的生命力從來不是沒有經歷風雨，而是經歷風雨之後依然選擇向前。這一次譚松韻站在的是一堵名叫命運的高牆，而觀眾真正期待看到的是她如何翻過去。蘭香如故的故事才剛剛開始，如果這一次譚松韻真的能夠讓蘭香活起來，那麼這部劇或許不僅是一場古裝愛情，更可能成為一場關於女性成長、身份掙扎與自我選擇的命運大戲。而到了9月，這堵牆究竟能不能被她親手推倒，我們拭目以待。